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令人无奈的现象？在这个社会上，越是那些心思单纯，总是替别人着想的老实人，好像越容易吃亏。他们总是默默付出，却被人占便宜，甚至还要被身边的亲戚朋友笑他们傻。你有没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过，为什么好人总是这么难当？难道这世间真的是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吗？其实，把心放宽，你当下看到的吃亏，在佛家眼里，那叫做挡灾。弘一法师曾说过，人最怕的就是用世俗的眼光去计算得失。在佛法的底层逻辑里，这世间的运作法则叫做因果不虚，厚德载物。大地因为能包容所有的污垢，所以能孕育万物。人也是一样，你以为自己失去了金钱，受了委屈，其实那是天公伯在用另一种方式，帮你把未来的灾厄给抵消掉了。今天，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在我们的12生肖里，有6个生肖，他们骨子里天生就带有菩萨的轮回磁场，与佛特别有缘。他们前半生的每一次吃亏，都是在厚植自己的福田。如果你或者是你的家人刚好就是这6个生肖，哎呀，那你可千万要好好珍惜，因为这等于是你家里直接供着一尊能逢凶化吉的活菩萨。这到底是哪6个生肖，又藏着什么样的因果大智慧？大家把心静下来，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来聊。我们第一个要点名的生肖是牛。在佛门的象征意义中，牛代表着承载与忍辱。各位朋友，你想想，大地能承载一切，你把脏水泼在泥土上，它默默吸收了；你把黄金埋在泥土里，它也静静包容着。所以属牛的人天生就有一个特质，他们的脾气硬起来的时候，简直像钢筋一样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牛脾气。但是他们的心啊，却软得像一块豆腐。属牛的人这辈子最执着的，往往不是怎么赚大钱，而是善良2个字。不管在人生中被辜负了多少次，被那些不知感恩的人占了多少次便宜，你问他下次遇到别人有困难还帮不帮，他嘴里可能念着不帮了，但真遇到人家眼泪掉下来的时候，他那股牛脾气一上来，心里一软，又会说，算了算了，当作做善事，我宁愿自己吃亏，也见不得别人受苦。说句实在话，这种拿菩萨心肠待人的性格，在世俗眼里叫傻，但在天上神佛的眼里，这叫做大慈大悲。这正是弥勒菩萨的轮回磁场。就像常说的，弥勒菩萨大度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发生在我们传统市场里的真实故事。这位老先生，我们叫他川伯。川伯是个纯正的属牛人，在市场里卖了30几年的手工豆腐，卖豆腐利润很薄，赚的都是透早出门，摸黑回家的辛苦钱。川伯的摊位隔壁是一个卖菜的阿霞。阿霞这个人生活也不容易，但戾气很重，做生意非常霸道。每天清晨批发市场刚开门，阿霞总是故意把最重的几箱烂菜叶挡在川伯的推车前面，有时甚至把卖不出去的发臭鱼肚往川伯的水桶里丢。旁边卖肉的摊贩都替川伯抱不平，气得要帮他掀摊子。但川伯总是笑笑地说，大家都是讨一口饭吃，退一步海阔天空了。没要紧。就这样，川伯默默忍受了阿霞将近10年的刁难与占便宜。结果有一年，无常先敲了门，阿霞突然在摊位上中风倒下，半身不遂。阿霞的老公早就跑了，家里剩下一个有智能障碍的儿子，
也就是大家说的憨直的孩子，天天在市场里流浪，饿了就去捡地上的烂菜叶吃。以前阿霞得罪了太多人，大家都躲得远远的，说这是现世报，没人愿意伸出援手。这时候是川伯走出来，他把阿霞的儿子拉到摊位后面，装了一碗热腾腾的豆腐汤给他喝。川伯不仅教这个憨直的孩子怎么把手洗干净，还特地在摊位底下铺了一块干净的纸板让他睡午觉，把他当作自己的孙子一样疼爱。从那天起，川伯不仅帮忙照顾这个孩子，还每天收摊后带着几块豆腐和卖剩的菜，亲自去阿霞家看他，帮他翻身。阿霞躺在床上，看着这个被自己欺负了10年的老实人，眼泪一直掉，话都说不清楚，只能一直发出呜呜的声音。川伯只是拍拍他的手，轻轻地说：“没事了，心放宽，业障就消了。”各位朋友，这就是属牛的菩萨心肠。川伯有因为这样中乐透暴富吗？没有。但是几年后，川伯年纪大了，有一天夜里摊位电线走火，差点把30年的心血烧光。老人家看着焦黑的摊位，急得掉眼泪。结果你猜怎样？整个市场的摊贩，平常为了几块钱斤斤计较的这些人，居然一夜之间自发性地凑了一大笔钱，连夜帮川伯把摊位重新修好。大家跟川伯说，市场里不能没有你，你是我们这里的福气。牛的朋友们，你们的固执和吃亏，天公伯都在上头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们骨子里就是弥勒菩萨的化身，你们的善良最终会化作无比强大的善缘回流，在你晚年的时候稳稳地拖住你，这叫做善念的定存。说完了牛，我们接着来看第2个生肖兔。在佛法表象中，兔代表着柔和忍辱，它们就像柔软的花草藤蔓，看起来总是软绵绵的，脾气很好，甚至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点傻，但它们内心却有着极强的韧性。属兔的朋友，我要跟你说句心里话，你这辈子最大的弱点，也是最大的优点，就是太容易相信人，亲戚朋友借钱不还，或者是合伙做生意被骗了，你心里很痛，旁人也骂你笨，但你转个念又想，说不定他真的有困难，就当作破财消灾，化解宿世的业障吧。在世俗眼里，这叫做懦弱，但在佛菩萨的眼里，这叫做大智若愚。属兔的人身上带着普贤菩萨的磁场，普贤菩萨代表着什么？代表着大行。什么是大行？就是我不跟你争论什么大道理，我直接亲自去实践慈悲，我不怕吃亏，我默默地把善意做出来。我来讲一位阿菊阿姨的故事。阿菊阿姨属兔，她在医院的安宁病房当清洁工。安宁病房是什么地方？那是生老病死最后的一站，那里没有奇迹，只有充满了无奈、恐惧，甚至怨气的灵魂。阿菊阿姨就是那种总是被亲戚占便宜的老好人，借出去的钱从来要不回来，大家都笑她傻，但在安宁病房里，她却是那些病患心里最温暖的一道光。有一次，病房来了一个孤苦无依的老先生，脾气非常暴躁，天天摔东西，咒骂所有人，连护理师都不太敢靠近他。他常常把护理师端来的热粥直接打翻在地上，甚至指着别人的鼻子痛骂老天爷不长眼。有一次，他把装满排泄物的尿壶故意踢翻，弄得整间病房臭气冲天，所有人都捂着鼻子跑出去。这位老先生其实是气自己劳碌了一辈子，最后却没有半个家人愿意来送终。阿菊阿姨没有躲开，她拿着拖把一点一点把地板拖得发亮，一点都不嫌弃老先生身上的味道。
他会用温热的毛巾轻轻帮老先生擦手，老先生骂人，他就静静地听，然后用很温柔地跟他说：阿伯，我知道你心肝内很苦，没要紧，一切拢会过去，放乎去了，佛祖会带你去好所在。就这样，阿菊阿姨日复一日地陪着他。老先生临终前的那天，不再骂人了，他紧紧抓着阿菊阿姨长满粗茧的手，眼角流下了一滴眼泪，非常安详地走了。阿菊阿姨在安宁病房10几年，用她最质朴的柔软，化解了无数将死之人的深重怨气。她不知道自己其实在做着世间最大的超度。阿菊阿姨有个独生子，在外地跑业务。有一年冬天，高速公路上发生了极度严重的连环大车祸，几十台车撞成一团。当时正下着滂沱大雨，视线极差，两台满载钢筋的大货车刹车不及，直接把他儿子的轿车挤成了一团废铁。新闻台的转播车都在现场连线，所有人都以为里面的人绝对活不成了。结果搜救人员切开车体时，发现他儿子竟然奇迹似的毫发无伤，自己从缝隙里爬了出来。连处理事故的国道警察都直呼不可思议，说这简直就像是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，在千钧一发之际替他挡下了所有的重压。兔的朋友们，你们不要因为过去被骗吃亏而伤心，你流下的眼泪，失去的钱财，还有你默默给予别人的温暖，佛菩萨早就帮你在天上的福报银行里存了利息。这份化解世间怨气的巨大阴德，会在最关键的时刻化作不可思议的奇迹，庇佑着你和你的家人，让你们平安度过人生的劫难。说完了牛与兔，我们接着来看第3个生肖，也是12生肖里最具热忱的。马在佛门的意象里，马代表着精进与光明，就像发光发热的太阳，只要有一丝阴暗，他们就要去照亮。你去看身边属马的朋友，他们骨子里都有一股侠义心肠，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，别人躲得远远的，他偏要站出来讲句公道话。朋友只要遇到困难，掉进泥沼里，属马的人绝对不会站在岸上看笑话，他连想都不想，直接跳下去拉你一把。这种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性格，在我们佛家来看，就是大势至菩萨的轮回磁场。大势至菩萨代表着什么？代表着无上的智慧之光。这道光不仅能照破黑暗，还能给予众生重新站起来的力量。真正的慈悲，有时候不是直接给你钱，而是用智慧点醒你。我来讲一个末班车上的燃灯人的故事。老郭是一位开了30几年客运的司机，他就是个标准属马的人。有一段时间，老郭发现他的末班车上常常会出现一个带着小女孩的单亲妈妈。这位妈妈总是坐在最后一排，不说话，眼神空洞的像是一滩死水。老郭阅人无数，他一看那个眼神就知道，这个女人心里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念头了。有一天晚上，终点站到了，车上只剩这对母女。老郭看着他们摇摇晃晃走向不远处那座漆黑的大桥，心里警铃大作。那个晚上寒流发微，冷风刺骨。那位妈妈牵着小女孩的手，站在桥边的冷风中，看着底下深不见底的河水，身体止不住的发抖。老郭在后照镜里看得一清二楚，他知道只要自己一踩油门离开，这世上就会多出2条无辜的冤魂。这时候如果是普通人，可能就是过去塞几千块钱给他，叫他看开一点。但属马的老郭有着菩萨的智慧，他没有给钱，他跑过去叫住那位妈妈，故意摸着自己的膝盖，装作很痛苦的样子说：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老毛病关节炎发作，痛得走不动了。
车站后面有几只流浪狗饿了一整天，这包狗饲料，你能不能帮我拿去喂一下？拜托拜托，明天晚上我也在这个时间等你帮忙。那位妈妈愣了一下，看着老郭手里的饲料，默默点了头。刚开始，那位妈妈只是冷冷地把饲料倒在地上就走，但在老郭的拜托下，她一天天看着那些流浪狗为了迎接她而开心摇尾巴，甚至会用毛茸茸的头去蹭她的小腿。她冰冷的心慢慢被这群小生命给融化了，眼底也终于有了光彩。从那天起，为了帮老郭喂狗，这位单亲妈妈每天晚上都有了必须活到明天的理由。流浪狗看到她摇尾巴的温暖，以及老郭每天刻意留给她的一碗热汤，渐渐地把她从悬崖边拉了回来。她后来不仅没有做傻事，还靠着打零工把女儿拉拔长大。各位朋友，因果的回力镖从来不会缺席。10几年后，老郭退休了，但他最疼爱的孙子却因为校园霸凌罹患了重度的忧郁症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谁劝都没用，甚至几次伤害自己。老郭急得老泪纵横。后来学校转介了一位非常资深的心理辅导社工来家里，那位社工一走进门，看到老郭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他走到老郭面前，深深鞠了一个躬，说：郭叔叔，当年如果没有你那包狗饲料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现在换我来帮你的孙子把心里的灯点亮。属马的朋友，这就是你们生命中最强大的福报。你们当年不经意间散发出的光与热，点亮了别人。在未来某个最黑暗的时刻，这道光终究会照亮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家人。听完了马，我们赶紧来看看第4个生肖。属鸡的朋友，请你们把腰杆挺直了。接下来的话，我要说到你们心坎里去。在佛法表法里，鸡代表着一把斩断烦恼的智慧宝剑。佛法讲究慈悲，但也讲究金刚怒目，明辨是非。很多不了解属鸡的人会在背后偷偷骂他们，说他们是铁公鸡，不近人情，铁石心肠。我听了都想笑。各位，属鸡的人不是无情，他们是太有原则了。在佛教的密宗里，属鸡的人带着不动明王的磁场。大家去寺庙里看，不动明王跟其他笑眯眯的菩萨不一样，他面目狰狞，手里拿着一把智慧之剑，背后燃烧着熊熊烈火。那把剑是做什么用的？是斩断众生孽缘，破除迷惘用的。不动明王的慈悲是一种带有锋芒的慈悲。我们南部以前有一位做传统木雕的林师傅，他就是属鸡的。林师傅手艺极好，但脾气非常严格。他只要看到学徒下刀的角度稍微偏了1厘米，手里的木锤直接就往桌上砸，骂出来的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整个工厂每天都处在高压的气氛里，动不动就把学徒骂得狗血淋头。只要他觉得你不适合，他会毫不留情地把你开除，连工资都直接丢在地上叫你滚。当时大家都骂林师傅冷血，毁了年轻人的前途。有一位学徒阿豪，因为手脚比较笨拙，加上林师傅发现阿豪只要一进工厂，闻到满屋子的木屑粉尘，就会控制不住的剧烈咳嗽，甚至咳到连气都喘不过来。林师傅没有半句安慰，反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指着阿豪的鼻子大骂他是个没有用的废物，硬生生把他赶出师门。阿豪气得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踏进木雕厂一步。但真相是什么呢？林师傅心里跟明镜一样，他开除阿豪是因为他看出来阿豪天生气管不好，根本承受不住木雕厂里长年累月的粉尘。他开除另一个学徒是因为那个孩子个性太浮躁，迟早有一天会被电锯切断手指。林师傅宁愿自己当坏人，
背负所有的骂名，但他私底下却偷偷拿着一笔钱，亲自去找阿豪的父母，拜托他们用这笔钱送阿豪去学水电。他说，这孩子气管弱，不能学木雕，去学水电，将来才能安安稳稳养家糊口。这就是不动明王的慈悲剑，他不跟你说软话，他直接斩断你不适合的道路，硬生生把你逼上一条真正能保命的活路。许多年过去，传统木雕没落了，林师傅也老了，独自住在漏水的旧房子里。有一天，一辆工程车停在他家门口，下来了几个穿着制服，已经是水电型老板的中年人，带头的正是当年的阿豪。阿豪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指挥工人把林师傅家里老旧的管线全部换新，屋顶也修得滴水不漏。做完之后，阿豪走到林师傅面前，递上一根烟，红着眼眶说，师傅，我后来才知道，当年您那顿骂救了我的命，也救了我们一家子。属鸡的朋友，你们辛苦了。你们总是习惯把温柔藏在最锋利的言辞背后，宁愿被误解，也要坚持对的原则。请你们继续保持这份不屈不挠的菩提心。你们斩断的每一份恶业，最终都会转化为晚年无坚不摧的福气，护佑着你一生平安顺遂。说完了前面的4个生肖，现在属狗的朋友，或者是家里有属狗的长辈、孩子，请你们把心静下来，仔细听。接下来的话，我要挖出你们心底最深的那块肉。在佛门里，狗代表着忠诚与护法。各位朋友，他们外表看起来总是很平静、很老实，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却藏着一把极度炙热的火。这把火在佛家叫做护法卫道的心。属狗的人这辈子看重的从来不是存折里有几个零，而是感情。谁要是敢欺负他的家人，动他的好兄弟，哎呀，他心里那把火一爆发，他是会跟你拼命的。为了守护身边的人，他们连命都可以不要。在佛菩萨的眼里，这种性格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境界。属狗的人身上带着的是阿弥陀佛的愿力磁场。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，但你知道阿弥陀佛发过什么大愿吗？他说，他要建立一个没有痛苦，只有安宁的西方极乐净土，只要众生心里有他，他就会接引你。而你们这些属狗的人，就是在这冷暖世间，用你们的忠义与善良，为身边的家人、朋友撑起一把伞，在人间硬生生打造出一片小小的极乐净土。只要有你在，家就在，心就安。我们南部以前有一个老旧公寓社区，里面住着一位平凡的保全，大家都叫他林叔。林叔就是属狗的，那种老社区龙蛇杂处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有一年冬天，社区里一户人家发生严重的家暴，那个发酒疯的丈夫拿着酒瓶把妻子打得头破血流，妻子抱着年幼的孩子逃出来，躲在楼梯间发抖。那个丈夫发了疯似的追出来，周围的邻居吓得全把门反锁，整个楼梯间只听见那个男人的咆哮声和酒瓶碎裂的声音。2楼、3楼的住户明明灯都亮着，却一户户接着把灯关掉，装作什么都没听见。人性的冷漠在那一刻显得特别刺骨，没人敢出来管闲事。这时候，市值夜班的林叔冲了上来，他一个50几岁的老人家死死地挡在那对母女面前。那个丈夫拿着酒瓶朝林叔砸过去，林叔的额头瞬间见血，哪怕那些碎玻璃已经深深扎进了林叔的肩膀，鲜血染红了他那套旧旧的保全制服。他连退都没退一步，他的双手死死抓着那个男人的衣领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恐惧，只有要跟对方同归于尽的决绝。他死死瞪着那个男人，
咬着牙说：“我穿了这套保全制服，这里就是我管的。你今天要是敢再动他们母子一根汗毛，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”那股连命都不要的气势，硬是把那个发酒疯的男人给镇住了。直到警察赶来，林叔这辈子没有结过婚，也没有自己的孩子，孤家寡人一个。很多人笑他傻，为了每个月几万块的薪水，连命都不要。但林叔不知道，他那晚流下的血，把他守护的这个破烂社区，洗成了一片充满人情味的净土。林叔后来老了，走不动了，退休只能住在社区地下室的储藏间里。但是当年被他护在身后的那个孩子长大了，社区里那些看着他背影长大的年轻人，逢年过节提着大包小包的补品，排着队到地下室去看他，大家都争着喊他一声干爹。谁家炖了什么好料，绝对不会少了林叔那一碗。属狗的朋友，不要觉得自己总是在为别人牺牲，为家庭付出很累。你为别人创造了净土，天公伯最后一定会还你一个被爱包围、无忧无虑的晚年。好，讲完了狗，我们来到自带菩萨磁场的最后一个生肖，属猪的朋友，这是你人生中最通透的一场造化。在佛法看来，猪的本性里带着最深沉的随顺与包容。佛经里常说，心如止水，水能包容一切，不与万物争夺。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喜欢指着属猪的人骂，说他们没心没肺、懒散，别人把你卖了，你还帮人家数钞票。每次听到这种话，我都会摇摇头。你以为属猪的人是真的傻吗？错了，他们不是没心眼，他们那叫做看破不说破。属猪的人心里跟明镜一样，谁对他真心，谁在背后算计他，他看得清清楚楚。只是因为他们有着水一般的随顺特质，能包容一切烂泥巴，所以他不屑去跟你争那一点点零头。这种不争的随顺性格，正是佛菩萨最喜欢的清净境界。我来讲一个家族争产的真实故事。阿平是个属猪的傻大子，在一个大家族里排行老大。父母过世后，留下了不少遗产。几个弟妹为了争夺市区的几间黄金店面，甚至不惜撕破脸打官司。当时气氛闹得很僵，阿平却笑呵呵地把弟妹们找来，泡了一壶茶，说：“大家都是一家人，爸妈在天上看了会伤心的。这样吧，市区的店面你们拿去平分，乡下那座最偏僻、长满杂草的荒山，过户到我名下就好。”弟妹们听了，心里暗自窃喜，觉得这个大子真的是蠢到家了，把最不值钱的破石头山拿走。他们在背后嘲笑阿平脑袋进水了，甚至在签字过户的那天，连一句谢谢都没说，拿着市区黄金店面的地契就迫不及待地跑去庆祝了，完全把这个大子当成了外人。但时间是因果最好的见证人。20年过去了，市区的商圈转移，当年的黄金店面租不出去，还常常因为漏水、产权问题，让弟妹们官司缠身。好几个人甚至因为压力太大，积劳成疾。反观阿平，他拿着微薄的积蓄，每天在那座荒山上种树、养花。他每天清晨5点就起床，挑着扁担去几公里外的溪边挑水，一棵一棵地种下果树与肖楠木。手上的水泡破了又长，长了又变成厚厚的茧。他不去理会世俗的眼光，把所有的汗水与委屈都默默地揉进了这片泥土里。20年的时间，他硬是把那座没人要的荒山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生态林，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，连政府都来铺了柏油路。后来，当年那些争破头的弟妹们，拖着病痛的身体，一个个跑来阿平的山上休养。阿平一句怨言都没有，
依旧笑呵呵地煮鸡汤给他们喝。这座当年最不值钱的荒山，最后成了整个家族治愈身心的避风港。各位朋友，听懂了吗？这就是属猪的最高智慧。你不争，天公伯反而把最好的风景、最健康的身体全部都留给了你。因为你不造恶业，你的福报就会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。请好好珍惜你身边属猪的亲人，他们是这个家里最温暖的靠山。听到这里，你是前面提到的这6个生肖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不妨在留言区打上感恩菩萨，把这份好运接下来。好，前面讲完了6个自带菩萨磁场的生肖，现在荧幕前一定有一半的朋友正在拍大腿，叹着气说：哎呀，你讲了半天，怎么没提到我属鼠的？我属虎、属龙的，难道我们这辈子就没救了吗？就没有佛菩萨保佑了吗？来，刚刚没念到你生肖的朋友，千万别急着划走，也别对着荧幕皱眉头。你以为生肖只是一种天生固定的法则吗？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各位说一句心底话，这也是佛学里最核心的一句话：命由天定，运由心转。没有先天自带菩萨磁场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们先天没有带来的，我们后天靠修行补回来。剩下的这6个生肖，鼠、虎、龙、蛇、羊、猴，你们个个都很聪明，非常有能力。但为什么你有时候总觉得人生卡卡的，求财求不到，求平安又总出岔子？那是因为你们的过去生中带着一点点没解开的业力劫富。今天我就破例一次，帮这6个生肖把把脉，教你们怎么自己转念，把佛菩萨的福报给吸过来。大家耳朵竖起来听好，属鼠的朋友，老鼠在佛学表法中就像天降的甘霖，最灵活，最聪明。你们这辈子最大的优点就是脑筋转得快，但最大的业力叫做贪念。你有时候太会算计了，为了一点点眼前的蝇头小利去计较，结果反而把真正的好贵人给算计丢了。菩萨教你的化解之法是布施。为什么菩萨有福报？因为菩萨愿意给予。从明天开始，学着吃一点小亏，把心胸打开，别再盯着芝麻看。你只要心一宽，你的财库马上就跟着打开了。属虎的朋友，老虎象征着参天大树，自带威严。你们有气势，做事雷厉风行，但你的业力在哪里？在于你的冷恨心太重，动不动就发火，听不进别人的劝，脾气大，身段高，很容易在无形中结下恶缘。菩萨教你的功课是慈悲柔和。你的树长得再高，遇到狂风暴雨也是会折断的。你要学菩萨的低眉慈悲，对太太温柔一点，对朋友客气一点。你只要学会低头微笑，你身上的煞气就会变成和气，和气生财，贵人自然就来扶持你了。属龙的朋友，龙象征着神通变化，天生就有理想，有抱负，心气高，但你们的业力叫做傲慢，志向比天高，但做的比蚂蚁少，面子看得比命还重，不够接地气。菩萨教你的化解之法是普贤行。佛虽然在天上，但菩萨的眼睛是看着人间疾苦的。属龙的朋友，把身段放下，去菜市场买菜，帮邻居扫扫地，做点真真实实的小善事。只要你的双脚踩在泥土里，你的福报才会有根，才不会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飞走。属蛇的朋友，蛇象征着微细的觉察力，直觉很强，心思极度细腻，但你们的业力叫做疑心。你总是往最坏的地方想，觉得别人都要害你，把自己困在一个小圈圈里。
你说你活得累不累？菩萨教你的功课是正信。你每天在那边防东防西，能防得住因果吗？防不住的，你要学着放轻松，用善意去揣测别人。你只要试着去相信一次别人，把你心里的铁门打开，阳光照进来了，佛光自然就跟着进来了。属羊的朋友，羊看起来温顺，是个好先生、好太太，但在佛法里，这叫我执极重，外柔内刚，一旦钻进牛角尖，9头牛都拉不出来。你们的业力是太被动，喜欢生闷气。菩萨教你的化解之法是主动结缘，学着像观音菩萨一样，主动去关心别人，去帮忙。你只要打破内心那个倔强的壳，主动释放善意，你的磁场就会变得非常温暖，好运就会像磁铁一样被你吸引过来。属猴的朋友，猴子机灵，反应快，学什么都比别人快。但你的业力是什么？散乱心重，缺乏定性。今天想学佛，明天想发财，后天又跑去打牌，就像猴子拔玉米，拔一个丢一个。菩萨教你的功课是禅定，你要学不动明王，定在一个地方，选定一件善事，比如每个月固定捐100块，或者每天早上念10句佛号，你就一直坚持做下去。只要你有定力，天公伯就会把最大的宝库交给你，因为非知道你现在终于扛得住了。好啦，今天洋洋洒洒聊了这么多因果与业力的磁场，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了一点感悟。但是六祖慧能大师说过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修行不是要你剃了头跑到深山里去，真正的道场就在你每天柴米油盐的生活里。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，如果只是觉得哎呀讲得真好，然后明天继续跟家人吵架，跟同事计较，那这份福报你是接不住的。为了让大家今天看完影片，立刻就能把佛菩萨的磁场接回家，我给大家准备了3个现在就能做的微小行动，非常简单，不用花半毛钱。第一个行动，睡前3分钟的归零清单。很多人晚上睡不好，是因为把白天的委屈、愤怒全都带到了床上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晚上关灯睡觉前，坐在床沿，给自己3分钟，在心里把今天占你便宜的人、骂过你的人想一遍，然后在心里默默对他们说一句，这都是宿世的因果，今天还完了，我们两清了，把心里的垃圾倒干净，不带一丝怨气躺下，这叫做每天清空业力。第二个行动，嘴巴上的风水。你知道人身上最容易漏福报的地方是哪里吗？是嘴巴。很多人心肠很好，但就是嘴巴坏，这叫刀子嘴豆腐心，其实最吃亏。从明天早上开始，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对身边的人说一句随喜赞叹的好话，看到太太煮饭，说一句辛苦了，看到同事帮忙，说一句感恩，不出恶言，就是在为自己累积口业的福报。第3个行动，3秒钟的转念。明天出门，如果遇到有人开车按你喇叭，或者买东西遇到插队的人，你心里那把火要烧起来的时候，给自己3秒钟，在心里默念一句阿弥陀佛。他可能家里有急事，他可能过得比我更苦，只要这3秒钟你忍下来了，你就成功为自己挡掉了一次无妄之灾。各位朋友，相聚就是缘分，茫茫人海中，今天大家能点进这支影片，并且一路看到这里，这代表我们之间以及你跟佛菩萨之间结下了一个极大极深的善缘。弘一法师临终前写下过4个字，悲心交集。这人生啊，本来就是一半苦一半乐，
一半委屈，一半释怀。不管你过去吃了多少亏，流了多少眼泪，我都想请你相信，天公伯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，因果定律比谁都准。你失去的，最终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加倍的还给你。你的善良，就是你这辈子最坚固的护身符。现在，我恳请荧幕前每一位善良的朋友，在我们这支影片底下的留言区，留下一句善言，或者为你的家人、孩子写下一句祈福的话。你可以写愿家人平安健康无灾无难，也可以写恶业退散从此福慧双修，甚至你只要留下一句阿弥陀佛随喜赞叹。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一个简单的打字动作，当几百个、几千个甚至几万个善念与祝福同时汇聚在我们这个频道的留言区时，这里就会凝聚成一个无比强大、不可思议的正向磁场。你留下的每一句祝福，不仅是在照亮别人，更是为你自己的未来种下一方广阔的福田。你今天布施了一句好话，明天这份福气就会回向到你和你的子孙身上。人生路漫漫，只要心里有光，走到哪里都是净土。愿大家都能把心安顿好，福慧圆满，平安喜乐。如果今天的分享有那么一瞬间触动了你的心，或者让你想起了身边某位善良的亲友，恳请你轻轻点个订阅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。你的每一个关注都是我们继续传递这份温暖与正能量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